来人刚刚来到军营，别人都是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，他却挨个打电话和女友分手。喂，于念安，我想和你说件事，我得了绝症，不想拖累你，所以咱们分手吧。喂，萧薰儿，是我秦风，我想告诉你，你是女人，我是男人，咱们性别不同，在一起不合适。小五，我觉得你太大了，咱俩有代沟。我说的不是年龄。秦风连续打完几通电话，这才长长的吐了口浊气。其实我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一次偶然机会穿越到此，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刚入营的新兵。对于能来部队当兵，秦风心里还是很愿意的，毕竟哪个热血男孩没点儿军旅梦。前世秦风父母走得早，是奶奶独自把他拉扯大的，而他一直以来的心愿就是希望哪天能穿上帅气军装，给奶奶瞧上一眼，可却因身体原因体检时被刷下来，老人家直到咽气撒手都没能等到这一天。妈的，你小子还真是狗胆包天，难怪对进部队一点都不排斥，原来是奔着挑战高难度来的。秦风自然是看不惯原主这种骚操作，重新输入。别和我谈什么狗屁爱情，老子现在只想建功立业，报效祖国。当兵后悔2年，不当兵后悔一辈子。前世参军入伍一直都是我魂牵梦绕、可望而不可及的梦。秦风刚转过身，突然就愣住了。只见班上新兵全都在以一种顶礼膜拜的眼神看着自己，而班长赵鹏飞看向自己的目光也是相当怪异。班长，我电话打完了。现在其他班还在存包，等他们存完，咱们就去食堂吃饭。正好借着点时间，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也方便让我更好的了解你们。领导好，俺叫陈三喜，南河人，俺爹以前就当过兵，他说当兵有出息，就让俺来了。哟，你是南河嘞？班长，你也是南河嘞？咦，那咱俩是老乡，人都说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汪汪汪，俺以后……行了，别汪汪汪了，以后在部队里要说普通话，知不知道？俺们村好几个和我一样大的，征兵都没征上，就俺征上嘞。那你就更得在部队里好好干了，干出点成绩来，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看看。中。下一个。班长好，我叫齐猛，东山人，南翔武校出来的，拿过2届省级武术比赛亚军。来当兵是想挑战一下自己，有机会最好能和老兵掰掰手腕。这小子口气不小啊，居然想和老兵掰掰手腕，看来应该有点底子。赵鹏飞并没多说什么，只是在本子上稍作记录，随后就把目光转向下一个人。报告班长，我叫李家胜，西山人，家庭情况普普通通，父母做生意的，一年也就几百个 W。让你做介绍，没让你在这炫富显摆。李家胜小小尴尬一下。我是看了特一才来部队当兵的，我觉得当兵很帅，我的目标就是成为小庄那样的顶级特种兵。你也看过特一？对，我也看过，特别好看，我最喜欢狗头老高。那你看过2和3没有？2勉强能看，3狗都不看。安静，电视剧是电视剧，现实是现实，希望你能分得清。另外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剧中很多情节你可不要模仿，否则可没你们好果子吃。报告班长，我叫秦风，秦皇汉武的秦，文人风骨的风，我是江浙人。说说你为什么来部队当兵，今后想在部队有什么发展？报告班长，我是想报效祖国才来的部队，至于今后在部队的发展，暂时没想好。秦风是吗？你长这么帅，在外面应该很受女孩子欢迎才对，怎么会想起来当兵？班长，你不也来当兵了吗？赵鹏飞顿了1秒，这才反应过来，帅哥就不能来当兵吗？美男子都是上交给国家的。那你刚刚电话里那些是怎么回事？那些啊，都是玩得不错的小姐姐。丁，恭喜宿主成功获得班长负面关注，系统模仿开始绑定，被动技能天行健已开启。负面关注，怎么就成负面关注了？所有人楼下集合，大家门口排队，下楼集合。这口号，哈哈，压2压。5分钟后，众人抵达食堂，新兵们暗自揣测晚餐内容。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很饿，不过在部队里吃饭是要交饭票的。饭票？什么饭票？部队吃饭不是免费吗？是啊，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秦风微微点头，似乎有所领悟。保持安静，饭票就是唱军歌。团结就是力量，预备上！团结就是力量。没气势，再来。团结就是力量，预备上！团结就是力量。唱不出气势，今晚就一直唱，唱到合格为止。团结就是力量。在连长的骂声中，新兵们这才吸取教训，但即便是如此，大家依旧唱了3遍，葛志勇才大发慈悲地放他们进去。原本还以为来部队的第1顿能吃上大餐，没想到上车饺子，下车的面，谁他妈让你做的？这一刻大家才明白，
即便到食堂里也是要守规矩，必须得等连长和指导员落座，值班员喊完话，新兵才能跟着班长坐下。坐。虽说入伍的第一顿稍显寒酸了点，但秦风吃的依旧津津有味。啧，你在干什么？怎么不吃？班长，这种面条光秃秃的，连个像样的菜码都没有，怎么吃啊？我就问你，你吃还是不吃？李嘉胜像给班长面子一样，象征性的夹起2根面条放进嘴里。班长，这种甜口的酱油面，我是真一口都吃不来，我不吃了，你们吃吧。给我站起来，把你刚刚说的话再说一遍。班长，我觉得我说的没错，我是真吃不下，我相信大家都跟我有一样的感觉。说着，他就把目光扫向其他班，想以此获得一些人的认同。然而，所有新兵都把头埋低，像是完全没有听到他说话一般，根本就不予回应。你们都说句话，这种面条是不是很难吃？安觉得味道还可以。看到没有，除了你大家都没意见，就你特别点，有的吃还在这唧唧歪歪。你当部队是你家，给我吃，我看着你吃完。李嘉胜眼眶一下子红了，从小爷爷疼妈妈爱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，他哪里受过这么大的委屈？我不吃。就在这时，赵鹏飞竟拿起李嘉胜面前的碗，如曹操扣饭。龙国菜吃不习惯，现在给你换成印度菜，这下有食欲了吗？老子数到3，给我把面吃了。咦，赵鹏飞的操作直接把李嘉胜震惊得目瞪口呆。骗人的，都是骗人的。当兵前上网搜了那么多资料，都说部队里班长和蔼可亲，晚上会给新兵打水洗脚、盖被子，就算犯了错误也没事，班长还会给你热心提干。可现在，班长，你干什么？想替他吃了？不是，班长，李嘉胜说他是西山人，我寻思那的人不都爱吃醋吗？要不给他来点，刺激食欲。给你滴点醋。李嘉胜瞬间像是戴上了痛苦面具。这他妈是加不加醋的问题吗？我真是谢谢你了，你这忙帮的，还不如不帮。来，西山的老陈醋，让你找找家乡的味道。男人把新兵的菜直接来个曹操扣饭。龙国菜变成印度菜，不但没有受罚，还受到连长的夸赞，可指导员却喋喋不休。赵鹏飞，你刚刚是怎么回事？在食堂对一个刚到部队的新兵这么粗鲁，还搞个什么印度菜？你觉得你很幽默是不是？报告指导员，没有。带兵，尤其是带新兵，必须得讲究方式方法。是。见赵鹏飞认错态度良好，指导员也不好再多说什么，随即看向连长，没好气的说了句：“老葛，这小子是你带的兵，你得好好说他2句，我得赶紧去4班看看，给那个兵做心理辅导。”好，去吧。赵鹏飞，你这个问题相当严重啊，你怎么能……指导员前脚刚走，葛志勇就停下了。指导员有指导员的立场，讲的都是大道理，和咱们这些大老粗不同，咱们是实干派，带兵光靠嘴皮子那能管用吗？现在的新兵想法多，问题多，也要比以前难带。你今天这个头开得不错，我看到其他班几个闹情绪的小子立马都老实了。连长，那还不都是你教的好吗？你小子这回带兵给我用点心，只要干出成绩来，你那题干申请我亲自帮你交上去。谢谢连长。赵鹏飞一直勤勤恳恳，在团里拿下过2个3等功，但申请的人实在太多，他老是排不上号。赵鹏飞愣了一下，好奇地看向葛志勇。连长，前阵子您不是还跟我说这是得明年吗？怎么突然就占风向了？想知道为什么吗？想，特别的想。宝妹，具体文件等落实了再告诉你。记得回去的时候苦着脸，在指导员面前样子还是得装一装。是。赵鹏敬个礼就往外走。等会，连长还有啥吩咐？你们班是不是有个蓝翔武校出来的？对，他叫齐猛，怎么样？要和老兵掰手腕子，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啊。不过好好磨一磨也是一块好钢。你们班没点特别的了吗？闹情绪不肯吃面那小子家里有矿，老子开的是迈巴赫，估计这辈子吃过最大的苦就是喝咖啡了。有个小子跟我还是老乡，悟性差点。对了，倒是有个小子很特别。葛志勇突然来了兴趣，他就喜欢这种与众不同的新兵。连长，我想观察，等观察出结果再具体向您汇报。兔崽子，跟我在这卖关子，滚，把门带上。是。指导员，我觉得我没做错什么，那面就是很难吃。走廊上，李嘉胜一脸委屈地冲着指导员倒苦水。你确实没做错什么，但这是部队有部队的规矩，希望你能理解。你要是真吃不惯，我那还有2盒饼干，一会儿拿给你先垫垫。听到这话，李嘉胜心里舒服多了，这才是部队嘛，得讲道理。他感激地摇摇头。不用了，指导员，我一点不饿。来的路上我吃了点比利时进口巧克力和一支烟熏肠，还有阿美利卡的。打住！好家伙，吃点零食都能整出个万国来朝，这么娇生惯养的，难怪吃不惯食堂里的面条子。你回宿舍吧，回头要是碰到什么事可以直接来找我，也别当我是指导员，拿我当个大哥哥就行。是，谢谢指导员。都是一个班的战友，刚才在食堂看我被班长整，连个帮忙说话的都没有。
不是哥们，你的明显是自己作死，谁帮谁跟你一块倒霉。我那是实话实说，我之前特意在网上搜过，部队里吃饭都是6菜1汤1主食，这分明就是觉得咱们新兵担子好欺负，故意给咱下马威。我这是在给大家争取权益，你们应该支持我。齐猛笑了笑，觉得他脑子可能不大好，懒得和他多说什么废话。其他人则干脆装聋作哑，可唯独秦风脸上挂着笑容。怎么样，哥刚才仗义吧？李嘉胜心虚的把目光挪开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点怵秦风。这类人往往表面看着平平无奇，但只要随便跟你聊几句，就能把你老底扒的连底裤都不剩。拿着，部队从来没有剩菜剩饭的传统，你自己的东西没人替你吃，这是命令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看着手里这一坨发胀的面条，李嘉胜脸色变得很难看。没想到班长还是揪着不放，但李嘉胜这次学乖了，没敢再吭声。好了，现在离睡觉还早，我来教教大家怎么叠被子。都围过来。即使没当过兵，也都听过部队里的豆腐被，四四方方有棱有角，确实很让人赏心悦目。好了，班长好厉害，这被子叠得比砖头看得还像砖头。都看清楚了吧？现在自己抱着被子找地方叠，宿舍不行就去外面走廊，用不着嫌脏。部队里的走廊拖得比你们脸还干净。大家一拥而散，全都各自抱着被子找地方练习叠被去了。叠被子就像蛋炒饭一样，越简单就越困难。一小会众新兵就开始抓耳挠腮，不停地伸头左顾右盼起来。秦风，你刚去干啥了？揣摩一下细节。那你看出啥门道来了吗？是不是有啥诀窍？有啥不一样的？秦风也没想到这小子居然是个话痨，自己领悟，自己感受。然后这小子居然就屁颠屁颠的跑去，捏了下班长被子，便兴奋的跑回来。俺发现了，班长的被子薄薄一层，咱们的软软的。陈三喜，练。可还没等秦风话说出口，齐猛居然也跑过去捏一下班长的被子，并且把另一个角也给捏扁了。你们都是挺带种的，是真不怕班长回来大发雷霆啊！紧接着，每个人都莫名其妙的跑去捏一下班长的被子，看着班长的被子被一帮人轮番糟蹋，秦风眼皮子狂跳。糟糕，要坏事了！李嘉胜来部队前，在网上知道老兵被子和新兵被子的差异在哪，原本留到明天被班长表扬后再卖弄一波的，没想到居然被秦风给提前缴获了，然后就跑去对着班长的被子狠狠发泄了一通。可等他发泄完，班长的被子已经变得惨不忍睹。这他妈谁干的？赵鹏飞火冒三丈，在部队里当兵很多事情都能忍，但你搞我被子，这特么绝对忍不了。男人刚刚来到军营，全体都有，做3个100。不是吧？100个俯卧撑，100个仰卧起坐，100个深蹲，开始。俯卧撑很难吗？不是有手就行。齐猛得意洋洋做凌空拍手动作。做俯卧撑就特么给我好好做，装特么什么装？我装逼，装逼遭雷劈。不行了，撑不住了。班长，你多久没洗脚了？前2天刚洗。夜深人静，睡前的3个100像是班长给大家喂下的一颗安眠药。真香，真香，加了醋真香啊！好吃吗？还行吧，凑合能吃。啧，何苦呢？嘘，千万别告诉其他人。好，我们肯定不说。操，你们怎么都没睡着？睡着了，听到有老鼠偷吃东西就行了。不安静，其他班不要休息啊，赶紧睡，明天还要训练呢。李嘉胜，垃圾袋别乱丢，容易招虫子。吃饱了赶紧滚上床睡觉。赵鹏飞明显也没睡，把面条装回来就等着这一幕呢。宿舍再次回归安静。太逗了！食堂里不吃，晚上偷摸吃，蒸的和耗子精偷喝香油一样。凌晨1点，赵鹏飞的生物钟让他从床上起来，像是猫在走路一样来到一张床铺前。班长半夜帮着盖被子这事，对于很多不了解的人来说，更像是一个小故事。但当你真正体验过之后，才发现，好像并不是秦风前世所想的那样，只是单纯的爬起来帮你盖个被子，像是完成任务似的。这个会曹操扣碗的暴躁班长，竟然也有如此温柔的一面。你们是他娘的猪吗？都特么5点半了还睡，都特么给我起来！老子数到3，再赖着不起来，可别怪我不客气了。3。秦风睁开眼，发现赵鹏飞跟炸药桶一样，对着几个还在赖床的新兵直接用脚踹，简直和夜里的暖男形象判若两人。秦风，你小子在这打坐呢，赶紧起床整理内务。秦风眼疾手快的从床上跳起来，躲过了赵鹏飞这一脚。还他娘的敢躲！赵鹏飞这个不讲武德的家伙给了他一个毛栗子。奶奶的，老兵油子下手是真黑啊！我现在真是肠子都要悔青了。后悔啥？后悔看了2集电视剧就跑来部队当兵啊！怎么的？就因为面条子不好吃啊？
你要是不会说话，就别乱搭话，以后谁再提面条子的事，我跟谁急眼。切！电视剧里小庄是为了爱情去当兵，各种当刺头还能得到赏识，我呢？我图啥？家里吃喝不愁，一个月光是零花钱就有好几 K， 睡着进口乳胶床垫，吹着好几万的变频空调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出门车接车送，我爸都答应我说只要我随便读个民办3本，等明年生日就给我买辆 A6。结果我特么也是脑子抽抽，放着好日子不过，愣是一根筋非要来当兵。我现在真想回去抽自己2巴掌。即便李嘉诚的话里句句不离炫富，但后悔来当兵这几个字还是引起了小部分人的共鸣。说真的，我也有点后悔了，感觉像是没事找罪受一样。坐得有坐样，站得有站样，吃个饭还得一遍遍的吊嗓子，交什么所谓的饭票？如果没来当兵，估计我还在网吧包夜打 CF 呢。我的黄金 AK， 我的火麒麟啊！我那网盘里还有上百个漂亮老师在等着我。能否借一步说话？负面的情绪像是会传染一样，笼罩在大家心头，就连陈三喜都有些迷茫，不知道自己到底为啥来当兵。秦风却丝毫没被这股子负面情绪感染，依旧在认真打磨自己的被子。秦风，昨天听你打电话，感觉你在外头应该挺受欢迎的，你到底是为啥来部队当兵的？我没有酒，但你有故事吗？果然，有志不在年高，八卦不分男女。为了躲情债，躲情债？什么情债？说来听听。秦风一本正经的瞎掰。大概4个月前，我18岁生日，一帮女生争着给我过生日送礼物，在学校门口打起来了。我勒个豆，真的假的？当然了，一帮女生在地上滚来滚去，衣服都撕了，差点把帽子叔叔给招来。等会，他们互相之间认识吗？认识了，而且其中2个还是隔壁学校校花。原本赵鹏飞是准备直接冲进去大发雷霆的，但突然听到有人问秦风为什么来部队当兵，于是赵鹏飞就当一回梁上君子，偷听一会。躲情债，多气人的3个字呀！陈三喜对秦风感情阅历迷得不要不要的，齐猛则是佩服的竖起大拇指。牛！妈的，都是男人，凭什么你这么优秀？我品品吴奇梅2代到底差在哪了？我他妈到底输哪了？干嘛呢？让你们叠被子，让你们用嘴了吗？待会我会检查所有人的内务情况，达不到合格要求的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听到赵鹏飞这番话，一个个赶紧结束摸鱼，全神贯注的认真叠被。今天是新兵连正式开训的第1天，穿上这身军装，代表你们要肩负起祖国和人民的期望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你们的名字只有2个字：军人。所以，你们要时刻记住，身为一名龙国人民解放军，你们的一言一行、弹奏坐卧，都代表了国家的形象。这番话让现场不少新兵都不自觉地把胸脯挺了起来，毕竟他们现在可都是代表了国家的形象。男人刚刚来到军营，别的班长都是耐心教新兵叠被，而他的班长却对新兵出口成章。陈三喜，你特么被子叠的狗屁玩意儿！笑什么笑？有什么好笑的？再笑给你牙全敲了！以后下连对别人问谁教你叠被子，别说是我，问你班长是谁，你就说你班长死了。其他人都哆哆嗦嗦不敢吭声，唯独秦风一脸淡定，完全不虚。当赵鹏飞走到齐猛床前，看了眼他床上狗刨被，冲他咧嘴笑了笑。班长，我的被子。厕所。赵鹏飞径直来到了李嘉盛床前，眼里露出些许小惊讶。稍微有点样子了，就是边捏的不到位，脚给修歪了，还有这形状稍微走样了点。谢谢班长夸奖，下次我一定能叠得更好。不好意思，虽然你叠的是比其他人好点，但在我眼里依然是狗屎一坨，还是不合格，午休取消。看得出是用心的，边边角角修的也都不错。不过，啥意思？主要怕你骄傲。再说，其他人的都丢了，唯独不丢你的，合适吗？秦风看着地上这床被子，心里微微泛起嘀咕，看来班长检查内务根本就没有一个固定标准，主打的就是一个随心所欲。1分钟把被子捡回来，然后简单开个小会，动作要快。众人各自找到被子后，齐猛被子上明显湿了一大块，凑到鼻子前闻了闻，味道窜不窜，臭不臭啊？没味啊。真嘞？不信你闻闻。说着，齐猛就把被子潮湿的那块对在陈三喜的鼻子上。你骗人，臭死了！哈哈哈哈！你还真信呢？笑他们什么笑？你还有脸笑？被人厕所里你很自豪是吗？简单说个事，待会咱们要选个副班长出来，谁觉得能挑大梁，主动毛遂自荐。报告班长，我想当副班长，如果能让我当选，我会带领大家。李嘉盛算一个，还有没有其他人想选的？齐猛，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我能行吗？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？我觉得我还是算了吧。赵鹏飞倒也没强求，毕竟人各有志。陈三喜其实挺想试试，但赵鹏飞直接选择性的无视。还有没有要选的？赵鹏飞在秦风这停留许久，甚至还在用眼神示意他，我很看好你，赶紧站起来。虽说这小子在外面桃花泛滥了些，但却没有丝毫的轻佻和浮躁。
秦风，你被子叠得不错，想不想试试？班长，以我目前的能力不足以胜任副班长的职务，我还是不逞能了。秦风，这可是部队里的第一个机会，能力不足可以慢慢培养，谁不都是从无到有吗？班长，我还是觉得自己难担此重任，而且我觉得李嘉胜同志才是最适合当副班长，他家里有矿。班长，我觉得秦风说的很对，我以前在学校当过班委，我爸公司开会我也旁听过，对于人员管理和安排工作很有经验，而且我还熟读过狼道和鬼谷子，对于大局观的把控也要比其他人强得多。如果让我当选副班长，我一定能配合您，带着4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。好了，李嘉胜，你这个副班长目前只是代理，干不好回头我就撤了你。班长放心，我保证能干好。下楼集合，准备上操。刚才在宿舍你能主动选我，我很高兴，说明你很有眼光。等回头有机会，好处肯定是少不了你的，你放心。另外，班副希望你能主动配合我，完成班长布置的工作，积极为咱们4班这个大家庭增光添彩。那你好好干，我和班长都很看好你。稍息，立正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。你动作慢了，你是榆木脑袋吗？连听口令做动作都做不好，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下面我们练习敬礼动作，敬礼是军礼的一种，必须规范。当听到敬礼的口令后，上体正直，右手迅速抬起，五指并拢自然伸直。当听到礼毕的口令时，将手放下成立正姿势。下面听我口令，敬礼。各班小值日过来集合。秦风过去集合。是。餐具在消毒柜里，动作麻利点。秦风心思活络，急忙跑到打菜处，给我全到碗里来。2大勺下去，碗里满满当当都是肉。你哪个班的？谁教你这么打菜的？秦风稍微收敛，象征性打了几个青椒。班长，这青椒是2金条吗？你们班长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班长，这椒辣不辣？我们班有不少南方人吃不了辣。我问你是哪个班的？班长叫什么？我们班长好像也不是很能吃辣。你小子差不多行了，其他班还没打呢。知道了，班长。秦风捧着3大碗肉放到4班桌面上。好你个赵鹏飞，居然撺掇新兵干这种事，你是真不怕挨揍啊？这怎么全是肉？你小子可以啊！炊事班老兵没问你是哪个班的，问了还问我班长是谁？哦，你怎么说的？我说我们班长吃不了辣的。可以，你是懂什么叫答非所问的。邻近的几个班长转头看了过来，当他们看到4班桌上的饭菜后，一个个气得脸都绿了。马到隔壁，赵鹏飞这的老六居然搞偷袭。赵鹏飞夹了个红烧肉放进秦风碗里，来奖励你的。谢谢班长。众人对秦风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哪怕是吃自助，他们都没胆子这么搞。哼，不就是多打了几块肉而已，有什么好嘚瑟的？换我也行。好好干，我看好你。少得意，你有的我也有。秦风突然觉得这家伙前世该不会是个厨余垃圾桶吧？别的新兵都在午休时间练习叠被子，而班长却让他好好休息。班副不但对他不满，还说他不合群，可其他战友却对他连连称赞。秦风，多亏了你，咱们中午才能吃到那么多肉。峰哥，要是以后天天你当小值日就好了，这样俺们就能每天吃上好多肉了。程三喜，你这是什么想法？哦，咱们班把肉全打了，其他班不吃了。秦风，不是副班长说你这个做法完全就是损人利己的行为，影响很不好。李嘉慎，中午吃肉就属你吃的最凶，吃完饭的骂厨子，真他妈有你的！你小子居然敢这么跟副班长说话！俺听说川渝有个乐山大佛，你要不要去做一做？都给我听好了，以后小值日打饭全都给我按照秦风今天的标准来。部队里吃饭的凭本事，打个饭都慢人一步，活该挨饿，听懂了吗？是。不行，回头必须得严肃的找秦风谈谈这个问题。早上内务检查，你们的被子叠得一塌糊涂，所以中午午休取消，给我集体加班叠被子。众人低声抱怨，但不敢反驳。班长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，让大家稍微小眯一回？行吧，秦风可以休息，他的被子是你们所有人里叠的最好的，其他人照旧。这算咋回事啊？秦风，待会睡觉千万别打呼噜，不然挨揍了我可不管。秦风应了一声，并没太多表示，内心想着别他妈掉坑里了。秦风，你怎么不脱了衣服上床睡？他这多难受啊！班长，中午不适宜睡得太舒服，不然影响下午训练，我简单趴着眯一会就行了。在这我强调一点，部队里除了晚上睡觉，其他时候不允许坐床，更不允许躺下。秦风的做法很正确，以后如果有午休，你们就按照他的标准来。好在秦风心智沉稳，没有因为突然得到奖励就变得得意忘形。但凡他往床上一躺，下一秒绝对会被揪起来骂得狗血淋头。让他睡，他还真睡，一点都没有集体意识。你们说班长是不是偏心？都是新兵，怎么就对他那么好？秦风被子叠那么好，就该他午休，有能耐你也叠一个啊！
就是人家中午顶着被骂的风险，帮咱们打了这么多肉，中午怕的睡会怎么了？大家声音小点，拜操作沁风无休。听到陈三喜的话，众人纷纷点头，保持安静。陈三喜，你干什么？俺想让你教俺叠被子。我们也是。行，都过来吧。君子的动作要领：脚跟靠拢并齐，两脚尖向外分开约60度，两脚挺直，小腹微收自然挺胸，上体正直微向前倾。对于站军姿，很多人都是有一定误解的，觉得并没有太多技术含量，有腿就行。但等大家严格按照标准站上这么一回，立马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动作会被称之为队列动作的基础了。赵鹏飞这个老六绝对不会就这么让他们舒舒服服的站着，这家伙跑到众人后头，戳戳膝盖窝，拉拉胳膊。50个俯卧撑。班长，为啥别人都是20个，我得做50个？电影《蜘蛛侠》里最经典的台词是什么？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对喽，能者多烦。20个俯卧撑那是对别人的，对你这个习武之人50个刚刚好。这也太不公平了。4点半，众人终于迎来了休息时间。秦风准备去厕所。秦风，等等我们。你俩想干啥？听说晚上食堂有红烧鸡腿，那啥，你能不能多打点？我特别喜欢吃鸡腿。咱也一样。行，我尽力。易排长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报告，我叫秦风。就是你小子中午打饭把肉全弄走了。报告排长，是我干的。你小子胆很肥啊，懂不懂部队里的规矩？秦风是吗？我觉得你这性格很对我胃口，要不要调到我们一班来？对不起，易排长，我觉得我们4班挺好的。我也不逼你，你考虑好了再给我答复。顺带提一句，我们班还没副班长的人选，一排一班的副班长和其他班这意义可大不相同。只要你愿意来，这位置就是你的。说完，杨凯峰转身离开，光着腚的李嘉胜在一旁听得一清二楚。秦风，你过来，班副要找你谈谈。大胆敢藐视副班长的权威！秦风，你给我站住！副班长跟你说话，你没听见吗？这小子啥时候进的厕所？不清楚，某注意。你们先过去，我跟他聊聊。如果这小子跟你逼话啰嗦嘴，你不干不净，告诉我，我找机会替你削他。秦风有些诧异的看着他，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。但是得加个鸡腿。古有加钱哥，你是他娘的加鸡腿哥！秦风没好气的打发走西猛和陈三喜，站在原地等李嘉胜。秦风，你是不是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？是。秦风回答的很诚恳，但这却给李嘉胜整不会了。秦风，你凭什么一天天这么屌？凭什么不把我这个副班长放在眼里？你家里有矿吗？你出国旅游过吗？你穿过 LV 吗？你看过狼道读过鬼谷子吗？你有什么可骄傲的？有什么可豪横的？不听，王八念经。秦风直接关闭耳朵，让画面没了声音。秦风，不是副班长批评你，你首先就得要端正自己的态度，对我爱答不理的无所谓。但是你刚刚是怎么和一排长说话的？人家是部队领导，明显是来兴师问罪的，你非但不认错，居然还理直气壮的，你这是公然和部队纪律唱反调，是吗？啊，那麻子给我去了。班副走过的路比你吃过的盐还多，人情世故这东西你能有我看得透彻？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一排长对你说那话就是瞧上你了，他那是在拿话点你呢。啊，班副说的都是好话，我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咱们班好。当兵和电视里演的不一样，当刺头是会被挨收拾的，我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所以听班副一句话，以后做事做人稍微低调点，不要总是思想那么活跃，得合群。对。秦风极其敷衍的态度，让李嘉胜彻底搂不住火。秦风，我操你！你最好给我嘴巴放干净点。你想干什么？李嘉胜，你愿意找我沟通问题，我很高兴，但你说话的语气和态度我不太喜欢。